最近金赛伦和金秀贤的爆料还在持续增加，主要是除了金秀贤为代表的经纪公司恒叔研究所所代表的家人，李振浩为代表的黑粉，又出现了3个关键人物，也就是前男友李灿熙和纽约籍的前夫以及金赛伦的闺蜜 A 某。这3个人的立场呢各不相同，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首先呢，前男友李灿熙说，金赛伦在去世前一直辗转于我和年初结婚的纽约籍丈夫之间。纽约丈夫发现此事之后呢，就夺走了金赛伦的手机，并持续对她进行言语暴力。期间呢，金赛伦多次因为精神崩溃而尝试自残，但是这与金秀贤的交往是无关的。根据多方情况判断，7亿债务仅是前经纪公司的形式性措施，金赛伦本人似乎也并未将此视为需要偿还的负担。金赛伦被丈夫殴打后呢，曾向这名前男友发短信袒露心声，表示自己当时是因为每天又疲惫又无处依靠才一时糊涂和这个前夫结婚的。金赛伦呢，因为自残导致手腕韧带断裂需要紧急手术时候，家人无一人到场，是这名前男友守护到出院，医药费呢也是由当时的经纪公司支付。金赛伦曾向前男友吐露自杀的原因，表示呢割腕也无法自我原谅无法逃脱试过上吊也没成功，只留下了伤痕。在这名前男友看来金赛伦的家人冷漠无情，亲生的母亲呢不敢露面，而金赛伦的姨母将死因引向金秀贤实在是有点牵强。为证明举报真实性前男友还提供了附有身份证账号和指印的确认书，并公开了金赛伦在首尔江南某医院急诊室治疗时候的录音证据。显然这名前男友是把这个矛头指向了金赛伦的纽约籍前夫和家人，基本上是在为金秀贤开脱。但是也有网友认为这名前男友的身份存疑，因为他说的话跟金赛伦的某个闺蜜说过的话是一模一样的，立场也是一样的。这位李先生的年度痴情证人发言真的让人叹为观止从附指纹的确认书到急诊室的这个录音，连金赛伦手腕韧带断裂的这个病历都精准标注了江南某院 VIP 病房03号床。可我记得这韩国医疗法第23条明令禁止非亲属获取患者的诊断记录。深情男友人设下藏着的怕不是私家侦探的一个执照。更绝的是他爆料的这个时机家属刚开发布会讨伐金秀贤，他就带着为女方洗白的录音横空出世。这个时间线卡的堪比打歌节目的这个 Andy Pose 还要精准。前夫说的是什么呢？他说金赛伦曾经提及自己曾有一段长达6年的恋爱经历，但是谁不太清楚。前夫呢还反驳了李振浩爆料的关于金赛伦的自杀是由于前夫而不是金秀贤。前夫说不存在家暴行为，如果发生了在美国根本没法隐藏。金赛伦一直是自己飞去美国找我，也证明了关系还不错。关于李振浩爆料金赛伦说的1月8日怀孕堕胎等等行为，前夫回应称1月8日我们还没有结婚呢。金赛伦曾经说过这些事可能是受到了社会压力或者是自我保护。金赛伦呢可能想从前经纪人那里回避什么，没想到被录音传播。前夫呢表示很无语，自己也搞不清楚。关于前男友爆料的金赛伦脖子上有伤痕等等，前夫说亲眼见过金赛伦用牙签进行过自残行为，他当时也很震惊。关于在婚姻期间金赛伦出轨了前男友李灿熙，前夫表示他清楚的知道2个人有联系，并且用亲爱的来称呼对方。只不过这名前男友呢，因为想进男团做偶像，金赛伦其实是帮助他打通关系对于前男友爆料自己前夫说他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最后前夫还说了，短短几周的经历的这种网暴是金赛伦一直都要承受的，感觉真的很痛苦。前夫并不确定金赛伦自杀的原因，并且表示自己和金赛伦相处时间很短，其实并不是很熟悉，但是生活中没有听到过金赛伦提起金秀贤，否认了金赛伦的自杀跟金秀贤和7亿债务有关系。他说家暴在美国瞒不住，可是美国疾控中心统计每年有1000万家庭暴力案件，其中有78%从未报警。更魔幻的是，这位自称不熟悉妻子的前夫却能精准的回忆金赛伦用牙签自残的这个日期。2023年2月14日情人节当晚，我们在第5大道公寓共享烛光晚餐时，他突然拿起牙签，怎么样？对，这个记忆细节堪比刑侦笔录，建议他去 FBI 特聘当顾问能把不熟悉妻子说得如此清新脱俗，倒是给闪婚族提供了新的话术模板。最绝的还是他那一句他自己飞来美国找我。
赛伦的闺蜜 A 某把她与金赛伦的聊天记录给了家属，聊天记录中清楚地看到金赛伦为了金秀贤向他索要7亿债务感到无助与愤怒，表示金秀贤骗了自己，自己只能自杀，世界都崩塌了。闺蜜也只能安慰她几句，说恋爱6年了，竟然这样对你。25日，横竖研究所在其频道公开了与 A 某的通话记录。A 某呢，在节目中反驳了关于金赛伦家属的相关争议。他表示，由于自称是金赛伦前男友的李灿熙的采访内容，遗属们正承受巨大的痛苦，并称正是该采访促使自己决定出演此次节目。A 某说明道直到去年我还和金赛伦密切往来，经常和他母亲相处。金赛伦醒着的时候，母亲都在身边只有入睡了之后，母亲才会外出工作，否认了关于这个金赛伦家属漠不关心的指控。此外呢 ，A 某还提及金赛伦曾试图寄给金秀贤的信件，金赛伦想给金秀贤写信，但是寄的那封信最终没有送达。对此呢，横竖研究所表示该信件尚未公开，内容中提到金秀贤是第一个交往的男性，我们从未披露过这封信的任何内容，但作为挚友的 A 某知晓全部细节。横竖研究所警告称能够证明金秀贤与金赛伦从初3开始就交往6年的证据堆积如山，请各位稍安勿躁。紧接着横竖研究所进一步预告说，大家等着吧，等着看看金秀贤是如何对待一个初3的学生。让我们为这位人间测谎仪的闺蜜鼓个掌哈。别人家闺蜜最多就截几个聊天记录这位直接开启司法鉴定模式。不过细思极恐的是当你说过的每一句气话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这年头连闺蜜树洞都要签保密协议了不过姐妹们要记得以后跟闺蜜吐槽记得加密。说正经的这个聊天记录要是真的话，金秀贤可不只是渣男，简直是行走的刑法教科书。更耐人寻味的是，去年还亲密无间的母女关系，现在突然就变成了沉睡时母亲才敢外出打工。这个时间线精准的就像配合电视剧更新节奏一样。紧接着呢，3月27日，金赛伦家属召开记者会，要求金秀贤8天之内道歉，要不然就要放大锤了。曝光了金秀贤与金赛伦的聊天记录记录中显示，在2016年，金秀贤就说我好想你希望能抱着你睡觉这样能睡得更踏实呀。金赛伦回复说允许你这样，证明了两个人在2016年期间开始就谈的恋爱。金赛伦那年正好16岁。后来横竖研究所还曝光了金秀贤发给金赛伦的一段视频，视频里显示金秀贤拍了一身透视的内衣，想让金赛伦穿给自己看。后面还提到了这是金赛伦留下的尺度最小的视频了，剩下的可能是有一些关于金秀贤特殊癖好的视频与聊天记录。咱们都把未成年保护法打在公屏上这个聊天记录要是实锤的话，金秀贤的职业生涯可能会直接埋进汉江了。欧巴想看透视装，朋友们，16岁少女收到这样一条信息，这哪里是谈恋爱，这根本就是狩猎现场。对，经纪公司现在装死的这个样子，像极了考试作弊被抓还要假装系鞋带的那个小学生。重点解析这段16岁少女与32岁顶流致命对话。金秀贤2016年说想抱着你睡的时候，日期是7月15日。正巧这天是韩国的青少年保护日。更讽刺的是金赛伦回复允许时用的这个表情包呢是一个熊，而金秀贤的粉丝都知道他的绰号是熊系男友。这已经不是道德沦丧了，这是踩着青少年性保护法第7条跳探戈了。对金赛伦的事有一些娱乐博主的爆料，其实也挺细思极恐的，可能很多人就没有注意。就是韩国有个演艺人自杀预防协会会长叫做全英灿。金赛伦呢数次自杀，协会都有干预和提供帮助。这位全会长说他知道的数得过来的金赛伦自杀呢就有20多次，有18次呢都是母亲送的医以及陪在身边。母亲呢是白天看着金赛伦，晚上做代驾。结果11月1日那次呢没有立刻叫到母亲，就通知了他的经纪人。然后那个经纪人来了，不是得拿那个金赛伦类似于韩国医保卡去支付这个诊疗费吗？这位前会长去年接受中央日报专访时夸口干预成功率呢高达92%。可是金赛伦档案显示他曾7次触发预警系统。更讽刺的是协会最后一次联络记录是3月25日22点17分，而金赛伦死亡时间是3月26日凌晨1点33分。危机响应黄金72小时在他们这个里已经缩水成便利店饭团的保质期了。这个机构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但是他好像对金赛纶自杀的这个情况比较熟悉。然后韩国的那个坎呢，其实是可以往外提钱的。结果本来割腕呢，可能也就20-30万韩元左右啊，也就是1000人民币左右，撑死了就不到100万韩元的诊疗费。11月1日这次呢，高达了540万韩元，合着25000人民币。这笔钱呢，一开始对外说法是说是经纪公司给金赛纶垫付的，大家就误以为是经纪公司垫付了540万。金赛纶死后呢，全会长去医院调查，原来之前呢一直都是金赛纶和家人自己付这个20-30万的这样一个费用。金赛纶的医保的性质理论上是可以覆盖这笔费用的，就是说不需要有自付的部分。但有时候呢，金赛纶母亲也会拿信用卡付钱，可能是因为这个医保卡里面那个钱不够的一些情况然后11月1日这次呢，就是没有叫妈妈嘛，叫了经纪人，对外说呢，公司给金赛纶垫付医疗费的这笔费用高达540万，其中一部分呢还刷了金赛纶妈妈的信用卡。全会长呢就去问医院说这个540万的明细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被医院告知除了从前20-30万的这个诊疗费是这样的，其余的余额全部被提走了。就算这500万里边有公司的钱，但是也有金赛纶妈妈的钱吧，对吧？然后总之余额呢现在全部被提走了。全会长就想问这个经纪人540万花在哪了，结果这个经纪人呢失联了，电话也不接。大家猜猜这个前经纪人到底是谁？就是那个探听金赛纶恋情，去纽约结婚然后偷偷录音提供给李正浩的那个。而且探听偷录都是在11月1日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说拿了人家的钱还继续在小姑娘身边探听偷录。然后这个人呢，现在全会长联系不上他却能去联系媒体，表明了自己提供录音但不同意公开，要跟李正浩还划清了界限。李正浩呢，每次都能精准掌握金赛纶的这个动向，放出一波黑料。这是谁提供的消息呢？又是谁买的单？这是一群什么人围在小姑娘和家属周边呢？连吃带拿，这是人家的救命钱，是金赛纶妈妈辛苦做代价赚来的钱。看这份医疗费挪用流水这个经纪人3月2日10点05分刷医保卡提款，同一时间金赛纶正在手术室进行腕部缝合，而医院提供的监控呢，这位经纪人提款后呢，径直走到隔壁的星巴克买了杯冰美式。这就是韩国娱乐圈的一个黑色幽默艺人的这个血管里流着冰咖啡，经纪人的账户里流淌着人血馒头。这位经纪人堪称韩娱圈点金圣手艺人成为人形 ATM， 经纪人负责盗刷，律师团负责洗码，最后黑粉还能回收爆料赚流量，完美的形成了一个罪恶闭环。所以就有人说嘛，金赛纶活了25年，好像就变成了被嫌弃的金赛纶的一生，周围呢就没有多少好人，至少没有一个公认对他好的人，所以造成了现在的现状呢，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互相撕。正是这种撕呢，可能才是最终导致金赛纶崩溃的原因吧。你是就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这不就是现实版的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plus 版对，前男友、前夫、闺蜜、黑粉、经纪公司五路大军在线吃鸡，只有金赛纶在现实里被扒得干干净净。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所有自称爱他的人手里都攥着录音笔，所有说保护他的人兜里都装着证据袋，这根本就不是缅怀逝者，这是一场大型的狼人杀现场。现在的问题是，当所有人都在抢着当预言家的时候，谁还记得那个真正的平民已经出局了呢？感谢您收看人微言轻，我是顾爷，我是紫薇。我们的节目不生产真相，只提供思考起为进。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请订阅、转发、点赞。下期节目再见，拜拜。